Hello， 大家好，说来就来，我是倩倩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聊聊关于我希望我在离职前就知道的事情。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真的会幸福吗？我最近呢，是一直不停在反省自己到底是否有在生命中呢得到领悟，或者是否有没有好好去面对自己的课题。我想要和你们分享我做 YouTube 的真实感受。有关注我频道的人呢，他们就知道我是一个在没有任何安定的条件下就选择离职的人。那有些人呢会描述这个现象为裸职，因为我那时候经历了一个人生的转变期，然后我决定我要去改变我的生活。我也和很多人一样认为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很无聊，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没有自由。我们周末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拿来休息的，而不是拿来进修自己的。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在周末的时候呢，我们什么都不想做，只想要静一静，而无暇去关注自己的理想，就是一直处在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。我那时候离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呢，我当时的状态，我眼里满眼都是负面的状态，我看世界的任何角度都是负面的，人也变得越来越敏感，一直感受到空气中的各种能量。然后刚好我的职场的地方呢，他们那里的能量状态不是很好，我那时候又不懂得如何去保护自己，不懂得如何去应付这些东西，所以一直遭到这些能量的攻击啊、骚扰，对那时候的我来说是真的蛮崩溃的。那这些的能量呢，是源于人的意识和情绪所造成的。其实一个人的情绪的攻击性呢，其实没有那么的强大，可是当人多的时候，这个能量呢是真的蛮恐怖的。尤其是在开会议的时候，聚集了人，而人的气场影响着空间的频率。这些能量，如果你的定力不够强大，你一定受到影响，只是多数的人呢无法察觉到而已。我以前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只是后来呢，我开始越来越无法适应我每天所待在的环境。那时候无论是开口说话的人，或者是安静的人，那些消极的频率直接粘在一块，然后我的身体也变得很抗拒，不想待在那个地方。就是其实我们的身体呢，他们是有自己的意识的，当他们发现到那个地方危险呢，其实他们是会有意识不想要去到那个地方的。那时候我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就是我会有一种感觉，一种冲动，很想要就是赶快跑掉的那种感觉，但是我的理智把我的感受给压下来了，因为我有工作嘛，那是我的岗位，所以我还是必须忍着在那个会议中进行。然后呢，我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应付这些事情，也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，所以我就一直不停的忍耐，直到我有一天我终于受不了了。当人一直被负面的能量消耗的时候，他们的状态也会变得越来越负面，会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，眼里只有负面的情节。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再去面对人群，再去承受这样的环境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不如我去尝试做一个灵性分享，就误打误撞的进入了这个 YouTube 的圈子。起初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是觉得很有新鲜感，既然身边的人呢也没有人去理解这个东西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和我聊这些话题，那么我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呢去接触那些同类的人。目前这个世界呢是比较向往科技啊、科学的，所以灵性呢是处在一个很边缘的位置。身为先驱者呢是很孤独的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懂你，思想和他们不太一样，他们会觉得你不太正常，但是你也觉得他们不正常。然后我就很积极的上影片，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呢透过影片去分享。可是我发现我做了不久之后呢，我就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虑了。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原因，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开始对一日复一日的生活方式感到无聊。每天对着电脑，不是打文案就是编辑影片。工作的性质呢，其实和上班族没有差得很远，也是需要长时间在电脑面前工作。然后我就懵了，
每个人无论他们喜欢什么，对于一日复一日的日子，他们终有一日也会有腻的一天吧。我一直以为说，只要找到热情的工作呢，我们就会变得开心幸福的。那些坚持在很多年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的人呢，到底是如何办到活在热情中的？因为焦虑的出现，我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消极啊，不想去面对影片。我甚至开始怀疑，是不是 YouTube 这一行呢不适合我，它并不是我的天赋。我开始有了想要放弃的念头，也因为焦虑，我无法畅通地表达我的语言。每当要写稿子就会变得很不顺，甚至可以坐在电脑前4到5个小时，我才写了第一段。我发现自己的状态呢变得越来越糟糕，所以找了疗愈师咨商。虽然焦虑的方面是解决了，我开始能够更畅通的表达展现自己，灵感也越来越多，但是对于如何活得喜悦的这份答案依然还是我的疑问。人要如何去对一日复一日的生活保持着自己的喜悦呢？快乐的标准是什么？是不是每天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，吃到喜欢的食物，看喜欢的电影？我有尝试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去实验，让自己有没有变得更好一些，但是心里总是空空的感觉好像缺少了什么。直到最近有一位老师把我给点醒，他说，你每天会对吃饭啊、睡觉啊、玩这件事情感到厌烦吗？答案是不会，因为我们需要。同样的，人也需要生活做好自己。我们会对生活感到厌烦，是因为我们对当下的生活缺乏了爱与感恩。所以这也为什么很多的人呢，无论他们的当下状态是如何的，他们总是觉得他们的生活不够好，他们会一直拿自己过去的工作啊，或者是别人的生活来和他们做比较，会感叹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啊，多好，无忧无虑的。那在他们学生时期呢，他们就非常的羡慕那些有工作的人啊，可以自己赚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当我们无法去感恩我们当下所拥有的一切，无论你正在做什么，你都无法去珍惜去爱它。直到有一天我们忽然失去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原来当初是多么的美好。当我们开始去感恩我们所拥有的，当我们能够开始去珍惜当下拥有的机会的时候，我们不再对生活感到无聊。然后这位老师还说，虽然我换了工作，但是我还是没变，我还是保持了过去的习性来面对当下。所以无论我换了什么工作呢，只要我不懂得去爱和感恩，我依然会在不同的工作上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我还是和过去一样，当我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我还是会用以前没有效果的方式去解决，选择用逃避性的方式不去做，甚至想要放弃。这让我去看清楚，很多时候我们去面对问题，我们通常把责任怪罪在事情上，而不懂得去审视自己。就好像当我做不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是 YouTube 不适合我，而不是去观察自己的问题。因为他的这一番话，我才突然搞懂高我所对我说的意思。因为其实我经常一直在问高我这个问题，但是呢，他每次给的答案呢，我都听不懂。就是我是透过牌卡问的，这下我终于明白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了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好好的享受你的成果，你的当下就是你的过去所显化的。你过去不想要的那份工作，所以你现在创造了你的当下，去感恩你的努力所带来的成果，去好好的庆祝。为什么我想要的反而变成我的困扰呢？这段讯息呢，真的给我了很大的启发。这个过程呢，让我发现我们在做什么工作其实没有那么重要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透过工作来让自己成长，让自己觉悟。在我们无法做好自己之前，我们就无法透过世界来为我们展现更好的未来。因为我们不懂得去看见世界好的一面，就好像我以前在职场上有不够的智慧去应付这些能量。在我还没领悟之前呢，
我就选择离开了。所以同样的问题呢，还依然存在于当下的另一个环境，我还是面对着同样的问题，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。高我天使指导灵呢，他们是从来不会去在乎你选择了什么样的职业或未来，他们更看重的是你到底有没有从你的经历中成长，到底有没有透过它来认识自己。所以我之前呢一直在影片说，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，那么你可以不用做任何的选择，好好的面对当下，不要去抗拒它，让它来服务你去成长。当我们对一个情节感到痛苦，是因为我们的内在对事情投射了什么才会导致如此。事情只是发生，但是附加情绪的只有人类。但同时我们要知道，不要太畏惧去做选择，因为无论什么选择的好都没有对或错，重点不是在你的选择，而是在你的心境。同时我也发现，活在喜悦中呢，并不是说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那只是在满足着小我的欲望。活在喜悦中的重点在爱自己，懂得去感恩自己的价值，懂得去感恩自己的身体，感恩自己所拥有的。我们要学会去倾听，照顾自己。当你不懂得去爱自己的每一部分，你就会无意识地伤害自己。比如熬夜看剧，不照顾自己的饮食习惯，不懂得去拒绝那些负面的人，同时没有为自己的理想付出行动。你想成为怎样的一个人，但是你却无视了你的愿望，离你的理想越来越远，因为你批判自己，不信任自己，不珍惜照顾自己，所以你创造了一个局限自己的世界。所以当你满足了你的欲望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心里空空的，甚至会有一点愧疚感，因为我们没有活出我们想要的样子。要如何爱自己呢？就要去先想好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，然后为此行动。这需要人的自律和坚持了，去抛下所有不属于他的真理和念头。人们需要时时刻刻的觉察自己，我们要成为人生玩家，去创造自己的人生，而不是受到无意识的念头玩弄，让我们离我们所是越来越遥远。所以在我们做出任何选择之前，我们先问自己，我们的当下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，然后再去选择如何行动，来让自己变成想成为的人。不是这个世界决定你是谁，而是自己决定自己是谁。所以可以这么说吧，哪个念头呢无法帮助你去成为你是谁的，那就是来自小我的声音。时时刻刻去观察自己的念头，只要不是你的，那就舍弃掉，然后再创造一个新的想法来取代，来引导自己想成为的人。这个过程呢，就是让我们去重新创造自己，超越自己的性格和去向。如果一个人一直把自己定义在自己的性格上，不肯去超越或提升自己，那么他会局限自己发展了更多的可能性。如果这就是人们的选择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对或错，只是当人们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会带着妒忌心啊、自卑啊、没有信心啊去看待这个世界，去对待自己，去对待他人，很多会这样子。往往人去连接内在的声音的时候，他们通常都会得到超乎理想的想法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无限的存有，但人会因为局限在自己脑袋里的人格定义而选择退缩，他们不相信自己有那个能力。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，我们到底要服从于脑袋里的想法，还是允许心灵的感觉去指引我们的世界？这是一个选择，每一个选择就会改变你的未来。祝福你们，喜欢的话就订阅、分享、点赞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